暴雨末日来临，我在价值10亿的豪华游轮吃着火锅，喝着果汁。上一世未婚夫顾岩与继妹勾结，不仅夺了我家的产业和游轮，更在洪水滔天时亲手将我推入致命漩涡。我猛地睁眼，冷汗浸透床单，手机屏幕赫然显示，距离全球性特大暴雨爆发还有45天。我攥紧床单，指节泛白到颤抖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我立刻翻出加密 U 盘，登录父亲留给我的隐秘海外账户，一键下达全资产折现指令。看着手机上飞速跳动，最终定格的9位数余额，眼底翻涌着刺骨寒光。顾岩、苏柔，你们欠我的性命与一切，我要让你们在末日绝境里一点点偿还。我以环球旅行散心为由，连夜联系了父亲生前合作多年的船长老厂长，凭借专属信物全款拍下逐浪号，并再三叮嘱加急改造，全程保密。为了麻痹顾岩和苏柔，我特意出席家庭聚会，故意露出愁容，说公司资金链断裂，打算将邮轮抵押给顾岩的公司周转。苏柔眼底瞬间闪过贪婪的光，假意挽住我的胳膊关心：姐姐，你可别被骗了，顾岩哥虽靠谱，也要把合同看仔细。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故作感激点头。散会后，我立刻给船厂发去第一波改造指令，加厚船体钢板至10厘米，升级全舱防水密封系统，更换大马力氢氨混合动力系统，确保极端天气下也能稳定航行。同时，我拨通地下物资商鬼哥的电话，压低声音开门见山：我要大批量囤货，品类不限，越多越好，钱不是问题。3天后在西郊仓库对接。挂了电话，望着窗外依旧晴朗的天空，我知道这场关于生存与复仇的棋局已然稳稳落子。鬼哥的西郊仓库足有2个足球场大，推开门的瞬间，堆积如山的物资让我瞬间安全感拉满。我直奔粮油区，当场敲定大米、面粉各500袋，每袋20公斤真空包装。真空杂粮涵盖小米、燕麦、红豆等10余种，整整塞满10个2米高的货架。花生油、橄榄油、猪油按比例分装，每桶都用双层防水铝箔袋包裹，再装入抗压密封储物箱，杜绝受潮变质。小姐，要不要加购些高能量压缩饼干，保质期长，应急必备？鬼哥在一旁提醒。我点头，直接追加200箱军用压缩饼干，又添了100箱罐头。肉类、水果、蔬菜口味齐全，甚至还有专门的鱼罐头和午餐肉。看着工人有条不紊地将物资分批运往码头隐秘仓库，我又拨通超市供应链负责人的电话，追加50提原生木浆卫生纸、20箱进口女性用品和10大桶高浓度洗衣液。末世里，这些看似琐碎的日用品，可比黄金白银更稀缺金贵。我托海外挚友采购的5大箱医用物资，隔天就通过特殊渠道清关送达。打开箱子，碘伏、无菌纱布、各类抗生素、退烧药、止泻粉整齐码放，更有便携式缝合工具、小型麻醉剂和急救担架，足以应对末世常见的外伤与急症。将医疗物资在临时仓库分类摆放好后，我马不停蹄赶往能源市场，敲定10块大容量太阳能充电板、5台大功率手摇发电机，再加上200节各类规格电池，从1号电池到车载电瓶一应俱全。此外，我还购置了5把强光手电筒、3个续航超12小时的头灯，确保黑暗环境下行动不受限。考虑到暴雨天必然断电断信号，我特意高价购入2台军用卫星电话和3台手摇收音机，保障对外联络。顾岩上一世就是靠抢来的半箱药品苟活许久，这一世我要让他别说抗生素，连一片普通感冒药都摸不到。傍晚时分，苏柔发来消息打探我的行踪，我随手拍了张商场奢侈品店的照片敷衍，实则正盯着工人将最后一批电池小心翼翼搬入仓库。我驱车前往船厂查看改造进度，远远就看见逐浪号被特殊支架架起，船体已被精准拦腰截断，工人正用激光校准新舱段，误差控制在毫米级。按照我的要求，船厂不仅给船体加装了仿生减阻涂层，这种涂层既能降低航行时的水流阻力，还能有效防止海洋生物附着，减少船体损耗。我重点检查了新增的3层储物仓，采用模块化分区设计，粮油、生鲜、日用品各归其位。每个舱室都配备了智能防潮、除湿系统和温度控制器，确保物资长久保存。苏小姐，您要求的甲板电网和全船监控系统已经预留好接口，后续调试即可启用。工程师拿着图纸汇报。我点头，补充道：在甲板边缘加装隐蔽式防护网，高度控制在1.2米，驾驶室和储物舱的防弹玻璃再加固1层，务必做到万无一失。我要让逐浪号不仅是遮风挡雨的避难所，更是坚不可摧的移动堡垒。离开时，恰好撞见顾岩的车缓缓驶过船厂门口，我立刻躲进角落，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视线里，眼底杀意渐浓。他果然按捺不住，开始试探了。
顾岩很快主动约我在高端餐厅吃饭，席间频频打探邮轮改造进度，还假惺惺地拍着胸脯说要帮我打理资产，缓解资金压力。我故意垂下眼睑，露出为难又无助的神色。严哥，我最近资金周转实在困难，邮轮改造都快停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顾岩眼中瞬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窃喜，嘴上却柔声安抚：别怕，有我在，我帮你垫钱，等邮轮改造好，我们就结婚，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心中冷笑不止，端起水杯抿了一口，顺势状似无意地问道：最近网上都在传末日暴雨的谣言，你公司是不是也囤了些物资？我看着心里总不踏实。顾岩果然毫无防备，得意地扬了扬下巴：备了点，都是精挑细选的好东西，够我们一家3口安安稳稳吃好几年。他口中的一家3口，显然早已将苏柔算在内。吃完饭，我目送顾岩离开，立刻让助理去彻查他囤货的仓库位置和物资清单，复仇的筹码又多了一份。我联系了本地最大的水产和肉类供应商，直接包下他们半个冷库的冷冻食材，肥牛卷、羊肉卷各50盒，每盒都是真空独立包装，鸡胸肉、五花肉按部位分割好，堆满了整整2个货架，还有数十条鲜活速冻的海鱼和大虾，确保末世里也能吃到新鲜海味。同时，我采购了10台大容量商用冷冻柜，安装在邮轮底层的专用冷藏舱，还额外配备了3台备用制冷压缩机，防止设备故障导致食材变质。考虑到长期生存不能只靠囤货，我还买了20箱脱水蔬菜和各类优质种子，番茄、黄瓜、生菜、小番茄应有尽有，打算在邮轮顶层改造出小型无土种植区。鬼哥很懂我的需求，主动帮我联系了专业种植设备商，隔天就将无土栽培架、营养液和种植工具送了过来。看着工人将一箱箱生鲜和种植设备源源不断运上邮轮，我心中笃定，即便暴雨持续数年，我也能在船上丰衣足食，而顾岩和苏柔只会在饥饿与绝望中苦苦挣扎。船厂传来消息，逐浪号的防御系统已全部安装完毕，我立刻登船检查。甲板4周的隐蔽电网隐藏在护栏内侧，通过中控室一键启动，电压足以瞬间震慑闯入者，又不会致命，既能驱敌又能留有余地。驾驶室、储物舱和我的卧室门口都装了指纹加密码双重锁，只有我能解锁，从根源上杜绝物资被盗。此外，我还在邮轮2侧加装了4门高压水炮，射程可达10米，既能驱散试图靠近的幸存者，又能在紧急时刻清理海面障碍物。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肢体冲突，我通过特殊渠道购置了2把重型消防斧、3把锋利的瑞士军刀和1把高压电击棒，整齐摆放在卧室的暗格里，触手可及。顾岩上一世就靠武力抢夺他人物资，这一世我要让他彻底明白，我的邮轮是他无论如何都碰不得的铜墙铁壁。离开前，我特意叮嘱船长严守改造秘密，暴雨来临前24小时随时待命，确保能第一时间起航。苏柔突然提着水果上门，满脸殷勤地说要帮我整理邮轮上的东西，实则是想打探物资存放情况。我心中了然，假意热情欢迎，只带着他参观了空无一物的客房和休闲区，对储物舱、驾驶室和冷藏舱绝口不提。苏柔按捺不住，趁我转身倒水的间隙，偷偷溜向底层船舱，结果刚到储物舱门口就被指纹锁挡在门外。他故作疑惑地回来问我：姐姐，底层那间房怎么锁了呀？我想帮你打扫打扫。里面堆的都是改造剩下的钢材和工具，锋利得很，怕你不小心受伤，就锁起来了。我淡淡回应，语气里听不出喜怒。晚上，我收到助理发来的消息，顾岩派了2个手下潜入我的临时仓库偷物资，却被我提前布置的高清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连人脸都清晰可辨。我立刻将监控视频发给顾岩，假意委屈地质问：岩哥，这2个人是不是你的手下？我那么信任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顾岩慌忙打电话道歉，还主动赚了50万过来赔罪。我看着手机上的到账提醒，冷笑一声，这50万就当是他们欠我的第一笔利息。距离暴雨爆发还有15天，我启动了物资转运终极计划，安排10辆密封货车连夜将临时仓库的物资分批运上邮轮。工人们通宵达旦的装卸，将粮油、药品、生鲜、日用品精准送入对应储物仓。太阳能板和发电机也已安装调试完毕，接通后能保障全船24小时供电。我站在顶层甲板，望着焕然一新的逐浪号，心中满是安稳。船体坚固如堡垒，物资堆积如山，防御系统完备，能源自给自足。小姐，氢氨动力系统调试正常，续航能力远超预期，水循环净化系统也已启用，可将海水转化为饮用水，实现淡水自给。我点头，又安排人手在船舱各处安装了除湿机和通风系统，防止暴雨天船舱潮湿发霉。晚上，我在船上吃了第一顿饭，一罐鲜香的牛肉罐头配着松软的白米饭。看着窗外静谧的码头，心中默念：
顾言、苏柔，末日的审判很快就要来了。清晨，天空就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比前世爆发暴雨的时间足足早了2天。电视里循环播报着强降雨预警，提醒市民储备物资，远离低洼地带。市区各大超市早已被抢购一空，街道上满是狼狈奔逃的行人。有人争抢物资时发生踩踏，场面混乱不堪。我接到顾言的电话，他语气焦急，带着刻意伪装的关切。婉婉，快回市区来，超市都被抢空了。我故意装出慌乱无措的样子。严哥，我在游轮上不敢出去，雨越下越大了，外面好吓人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游轮窗边，看着雨水渐渐从淅沥变成瓢泼。街道很快积水成河，行人在其腰深的水里艰难跋涉。苏柔发来微信，言语间满是指责，骂我自私，霸占游轮却不叫上他们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。随后下达几行指令，逐浪号缓缓驶离码头，停靠在远离市区的安全海域。甲板上雨水噼里啪啦作响，船舱内却温暖干燥，物资充足。这份踏实的安全感是我重生后拼尽全力换来的。暴雨越下越猛，短短半天时间，城市内涝就已十分严重。低矮的房屋被完全淹没，街道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河流。我通过卫星电话得知，顾言囤货的仓库位于低洼地带，早已被洪水彻底淹没，所有物资付诸东流。他和苏柔躲在高层公寓的顶楼，断水断粮，只能靠着仅剩的几包干面包充饥，连口热水都喝不上。顾言不停给我打电话，我不堪其扰接了一次，故意语气轻松地说：严哥，我在船上好着呢，刚吃了顿热气腾腾的火锅，肥牛卷、毛肚应有尽有。船上有淡水，有粮食，还有发电机，暖烘烘的，可舒服了。顾言语气瞬间变得谄媚，婉婉，好婉婉，让我和苏柔上。去吧，我们快饿死了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，再也不骗你了。我冷笑一声，语气冰冷。当初你和苏柔把我扔进洪水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会有这样的下场？说完直接挂断电话，将他和苏柔的所有联系方式彻底拉黑。看着监控里城市的混乱景象，我打开一罐清甜的黄桃罐头，心中没有丝毫怜悯，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暴雨持续了整整1周，逐浪号在平静的海域安稳漂泊，全船供电正常，物资充足，日子过得安稳惬意。这天清晨，瞭望员突然汇报，有一艘简陋的小船正朝着游轮驶来，船上坐着顾言、苏柔和另外2个陌生男人，看样子是想过来求救。顾言拿着喇叭，隔着老远就大喊：婉婉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让我们上去吧，我们愿意给你做牛做马。我站在中控室里，看着监控里他们狼狈的模样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，毫不犹豫按下了电网启动按钮。小船慢慢靠近游轮，顾言迫不及待伸手想抓护栏，指尖刚碰到护栏就被高压电击中，惨叫着缩回手，手臂瞬间变得通红。苏婉，你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苏柔见状，对着游轮破口大骂。我通过甲板的喇叭用冰冷的语气回应：上一世你们欠我的，今天就用痛苦一点点偿还。随后我让船员启动高压水炮，对着小船猛射。看着他们在洪水中狼狈挣扎，仓皇逃窜，心中涌起极致的爽快感。这只是开始，我要让他们在绝望中亲眼看着我安稳度日。击退顾言一行人后，我彻底放下心来，开始享受船上的安稳生活。顶层的种植区里，生菜和番茄苗已经冒出嫩绿的新芽，在营养液的滋养下长势喜人。无土栽培系统无需费力打理，每天只需简单检查水位和养分即可。厨房储备充足，我每天换着花样做饭。早餐是烤面包配热牛奶和煎蛋，午餐有荤有素，搭配着新鲜的脱水蔬菜。晚餐偶尔还能煮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，配上各类丸子和罐头。船上的发电机24小时运转，灯光、空调、洗衣机都能正常使用。我还在船舱里布置了舒适的书房和健身区，闲暇时就看看书、健健身，日子过得比末世前还要惬意。偶尔通过卫星收音机听到外界的惨状，有人因为缺粮饿死，有人被洪水冲走，有人为了半瓶水大打出手，互相残杀。对比之下，逐浪号就像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，而这一切都是我靠着重生的优势和周密的计划换来的，我倍加珍惜这份安稳。仅仅3天后，顾言就带着几个人乘一艘更大的渔船再次找来，船上还放着铁棍、斧头之类的武器，显然是想强行登船抢夺。我早有防备，在他们靠近前就通知船员做好准备，等渔船进入射程范围，立刻启动高压水炮，对着渔船猛射。顾言的渔船本就简陋，被高压水炮冲击得摇摇晃晃，几个手下站不稳，直接掉进了湍急的洪水里。苏柔吓得尖叫不止，死死抓住船沿不敢松手。顾言为了自保，竟然毫不犹豫一把将他推了下去，只顾着自己躲避水流。
我通过中控室的监控，将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，心中冷笑。这就是他们口中海誓山盟的爱情，终究抵不过求生的本能。我又让船员扔下几包过期发霉的压缩饼干，看着他们像疯狗一样争抢，丑态毕露。就在这时，洪水突然暴涨，卷起数米高的巨浪，顾岩的渔船瞬间被掀翻，所有人都被卷入汹涌的漩涡，消失在水面。我站在甲板上，望着平静下来的海面，终于松了口气。上一世的血海深仇终于彻底报了。暴雨渐渐变小，天空透出一丝微光，但城市依旧被洪水大面积淹没，只露出部分高楼顶端。这天上午，瞭望员突然发现远处有一艘救生艇，上面坐着3个幸存者，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看起来只有5岁左右的小女孩。3人面色苍白，神情虚弱，正对着游轮不停挥手求救。我站在甲板上观察了许久，心中犹豫再三，终究还是心软，让船员将救生艇慢慢拉到游轮旁，但严令禁止他们登船。我通过喇叭隔着安全距离询问：你们是什么人？有没有发烧、咳嗽等症状？有没有感染疾病？夫妇2人连忙点头回应。男人说自己是外科医生陈峰，女人是护士李娜，身边的小女孩是他们的女儿朵朵。已经3天没吃东西，没喝到干净水了。我从储物舱拿出几包压缩饼干和一瓶纯净水扔过去，仔细观察他们的反应。他们没有争抢，而是先小心翼翼地为朵朵吃了几口饼干，再分着喝了点水，举止间透着善良与克制，看起来不像是心怀不轨之人。但末世人心难测，我没有立刻收留他们，只是让他们跟着游轮附近漂泊，打算再观察几天。连续观察了3天，我确认陈峰一家没有恶意。小女孩朵朵身体健康，没有任何疾病症状，夫妇2人也始终保持着温和有礼的态度，从不主动打探游轮内部情况，才终于允许他们登船。陈峰是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，李娜擅长基础护理和卫生防疫。他们上船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主动帮我整理医疗舱，将药品按功效分类摆放，还教会我不少实用的急救知识，比如伤口缝合、止血包扎等。陈峰神色凝重地提醒我，暴雨过后，洪水退去的地方很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，大概率会爆发瘟疫，我们得提前做好防护，定期给船舱消毒，准备好防疫药品。我点头赞同，将医疗舱的管理权交给他们，又拿出一批储备药品供他们调配使用。小女孩朵朵十分乖巧懂事，从不乱碰船上的东西，每天都会主动帮我打理顶层的种植区，给小苗浇水。有了他们的加入，逐浪号的生活多了几分热闹，医疗保障也更加完善。我明白，末世里单打独斗很难长久，靠谱的盟友至关重要。洪水退去了一部分，城市部分区域露出地面。我决定和陈峰一起乘小艇登陆，既能探查陆地情况，也能顺便搜集些遗漏的物资。小艇缓缓靠近岸边，街道上一片狼藉，倒塌的房屋、废弃的车辆随处可见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气味，让人胃里翻涌。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积水和障碍物，走进一家尚未被完全淹没的药店。幸运地找到了几箱未被水泡过的防疫药品和消毒水，还有一批常用的感冒药和止痛药。随后我们又潜入一家超市，在货架顶端找到了几箱密封完好的零食和日用品，都是末世里稀缺的好东西。就在我们打包好物资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冲出来几个手持铁棍的混混，眼冒绿光地盯着我们手里的物资，大喊着要我们交出来。陈峰没有实战经验，下意识躲在我身后。我从容拿出藏在腰间的电击棒，趁着混混们冲过来的瞬间，精准出击，几下就将他们制服在地。看着混混们狼狈逃窜的背影，陈峰惊讶地说：苏小姐，你好厉害，竟然这么能打。我笑了笑，前世在末日里摸爬滚打的苦难，早已让我学会了自保。从陆地回来后，我意识到游轮的防御还能进一步强化，毕竟陆地混乱不堪，难免会有更多幸存者或混混觊觎逐浪号。我立刻安排船员全面检查船体，将航行过程中被树枝刮伤的几处漆面和轻微划痕全部修补好，又在甲板四周加装了更多高清监控摄像头，实现全船无死角覆盖，确保能及时发现异常情况。陈峰提醒我的防疫问题，我也格外重视，安排李娜每天定时给船舱各个区域消毒，对船上的淡水系统进行全面清洗和消毒，还额外加装了一套高精度水质过滤设备，确保饮用水绝对安全。此外，我将顶层的种植区扩大了1倍，增加了蔬菜和粮食的种类，甚至尝试种植了小型土豆和胡萝卜，进一步保障食物自给自足。朵朵在种植区里种下了几颗向日葵种子，等向日葵开花了，船上就更漂亮了。看着众人各司其职、忙碌有序的身影，我心中充满希望。即便身处末日，我们也能在逐浪号上活出属于自己的安稳生活。这天午后，我们正忙着打理种植区，瞭望员突然紧急汇报，
发现一艘改装过的匪船正朝着游轮快速驶来。我立刻下达战斗指令，启动甲板电网和高压水炮，同时让陈峰带着朵朵躲进船舱最安全的储物舱，叮嘱李娜做好急救准备。匪船很快靠近游轮，混混们架起梯子就想往上爬，刚碰到甲板护栏就被高压电网击中，惨叫着摔回船上。高压水炮同时发力，对着匪船猛射，将匪船冲得东倒西歪，根本无法稳定停靠。有几个身手敏捷的混混侥幸躲过水炮和电网，爬上了甲板。我手持消防斧冲上去，凭借前世在末日里磨练出的身手，避开混混们的攻击，几下就将他们打退。船员们也拿起提前准备好的武器，奋力反抗。匪船见久攻不下，反而损失惨重，只能狼狈地调转方向，仓皇逃窜。战斗结束后，我看着甲板上残留的痕迹，眼神坚定。谁想破坏我和伙伴们安稳的生活，我就绝不留情。击退匪船后，为了让船上的生活更有章法，也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，我在逐浪号上建立了简单却清晰的秩序。陈峰和李娜负责全船人员的医疗保障、日常消毒和防疫工作，同时记录物资消耗情况。朵朵年纪小，就负责帮忙打理种植区，给小苗浇水、除草。我则统筹全局，制定航行计划，把控物资储备和防御部署。每天清晨天刚亮，大家就各司其职，整理物资、打扫船舱、检查设备。中午时分，所有人聚在餐厅一起吃饭，分享各自的见闻和想法。没想到末世日，我们还能过上这样安稳踏实的日子。晚上忙完手头的活，我们会一起坐在甲板上聊天，看着星空，暂时忘记末日的残酷与烦恼。船上的物资依旧充足，种植区的蔬菜也陆续成熟。我们终于吃上了新鲜的番茄和生菜，口感比脱水蔬菜好上太多。我笑着点头，这一切都是我重生后拼尽全力换来的。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。洪水基本退去，陆地渐渐恢复了原本的轮廓，虽然依旧一片狼藉，但已经可以正常通行。我决定再次登岸，寻找更多靠谱的幸存者，壮大我们的队伍。毕竟人多力量大，既能更好的防御危险，也能让游轮上的生活更有生机。这次我带了2个经验丰富的船员和陈峰，开着一艘从陆地找到的越野车，前往附近最大的幸存者聚集地。聚集地里人满为患，秩序却极度混乱，到处都是争抢物资、互相谩骂斗殴的人，卫生条件也极差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。我们在聚集地耐心寻找，终于遇到了2个合适的人。一个叫老王的机械师，擅长修理发动机、发电机等各类设备，手上还有不少维修工具。另一个叫刘姐的厨师，能利用有限的食材做出美味的饭菜，之前在酒店做过主厨。2人都厌倦了聚集地的混乱与残酷，听说我们有安稳的游轮，立刻答应跟我们回去。返程时，我们又在路边救了一个迷路的老人。老人熟悉当地的地形和气候，还懂一些草药知识，能给我们提供不少帮助。看着新加入的成员，我知道逐浪号会越来越热闹，我们的生存能力也会越来越强。随着新成员的加入，逐浪号原本的空间渐渐变得紧张，客房不够用，种植区和储物舱也需要进一步扩大。我联系了船厂的留守人员，他们告诉我可以通过船体延长法给逐浪号增加一段预制好的新舱段，既能扩大空间，又不会影响船体的稳定性和航行能力。我们立刻将游轮开到船厂，留守的工人们各司其职，先用激光将船体精准截断，再将预制好的新舱段缓缓嵌入，用高强度铆钉固定，最后通过激光校准焊接，整个过程误差不超过硬币厚度，确保船体坚固。扩建后的逐浪号焕然一新，新增了5间客房、一个2倍大的种植区和1间专用储物舱，还在甲板两侧加装了更多太阳能板，进一步提升能源自给能力。机械师范老王主动承担起动力系统的调试工作，仔细检查每一个零件，确保升级后的动力系统运行更稳定，续航更持久。看着这艘越来越完善的游轮，所有人都欢呼雀跃。这不仅是一艘能遮风挡雨的船，更是我们在末日里赖以生存的家园。这天，我们一行人登岸搜集物资，顺便查看附近的情况。没想到在船厂附近意外发现了顾岩的踪迹，他竟然没死，被洪水冲到了岸边，侥幸活了下来。还聚集了几个同样作恶多端的混混，在暗中观察游轮动向，显然是还没死心，想再次策划偷袭，抢夺游轮。我眼神一冷，决定彻底清除这个隐患，永绝后患。我带着船员范老王和陈峰，悄悄绕到混混们藏身的废弃厂房后面，设下埋伏。顾岩果然带着混混们趁着夜色潜入船厂，想偷偷登上游轮偷袭。刚走进船厂大门，就被我们团团围住。顾岩见大势已去，眼神变得疯狂，嘶吼着冲向我。苏婉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，我要和你同归于尽。我早有防备，侧身灵活躲开。顾岩收不住力，失足掉进了旁边尚未排干的水坑里。
我站在水坑边，冷漠地看着他在水里挣扎，语气平静却带着刺骨的寒意。上一世你欠我的，这一世该彻底了结了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任由他被洪水的余波吞噬。从此再也没有能威胁到我们和逐浪号的人了。顾岩被彻底清除后，我们终于没了后顾之忧，所有人都卸下了心中的防备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。逐浪号缓缓驶离船厂，朝着辽阔的大海深处驶去。海风拂面，带着淡淡的海水清香。甲板上，朵朵种下的向日葵开得正艳，金黄的花盘朝着太阳，充满生机。陈峰和李娜正细心打理着种植区的蔬菜，看着嫩绿的小苗茁壮成长。船员们在擦拭船体，确保航行安全。范老王在检查动力系统，确保邮轮稳定运行。刘姐在厨房忙碌，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鲜香。我站在船头，迎着海风，望着湛蓝的大海和翱翔的海鸟，心中无比平静。前世的苦难与仇恨都已彻底落幕。这一世，我不仅成功报了血海深仇，还收获了一群靠谱真诚的伙伴，拥有了一个安稳温暖的家园。暴雨末日摧毁了旧世界的秩序，却也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让我重新拥有了活下去的意义。未来，我们将在逐浪号上迎着朝阳，驶向属于我们的崭新人生。